上海浦东国际机场，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，每小时要接纳70架次航班进出港，平均1分钟不到就有1架飞机从这里起降。2017年年底，第2架 C919客机在浦东机场首飞成功，标志着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客机飞往世界各地。钢管，现代工业的基石。无论是研制飞机、动车、舰船，还是打造核电、风电、火力发电、运载火箭，都离不开大型特种无缝钢管。但要将坚硬的金属坯料挤压成大型特种无缝钢管，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装备。在河北盐山，中国的工程师们依靠自己的智慧，打造出一台力量惊人的钢铁巨无霸。它能在短短数分钟内爆发出5万吨洪荒之力，将重达40吨的钢锭像挤通心粉那样挤压成大直径厚壁无缝钢管。它就是全球工作钢开口度最大的5万吨垂直挤压机。中国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，核电汽轮机正在昼夜不停地运行。作为世界公认的高效清洁的发电方式，田湾核电站每年为中国贡献着120亿千瓦时电力，可供给一个900万人口城市1年的用电。低压内钢体型硕大，曲面复杂，是核电汽轮机的关键承压部件。要承载高达9个大气压的蒸汽压力，这对钢体的制造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而要制造核电汽轮机低压内钢，必须仰赖一种特殊的工业母机。由连云港北上1400公里，被誉为欧亚大陆桥明珠的哈尔滨，一家有着62年历史的老牌工厂，正在用一台超级工业母机打造核电低压内钢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龙门糖洗床，可将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部件加工成任意形状。它就是被誉为机床航母的10米数控龙门洗。从爆发洪荒之力的5万吨垂直挤压机，到全球最大的10米数控龙门洗，虽然面貌迥异，各具本领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中国装备。1869年，随着世界上首辆用钢管制成的雷诺型自行车在法国问世，人类工业生产对于钢管的需求开始猛增。现代社会，钢管已成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材料。当今中国是全球75%的钢管的制造国，然而高端钢管，尤其是大直径厚壁无缝钢管，中国却长期依赖进口。因为要制造它，就离不开一种特殊的工业母机。中国人耗时3年，花费近5亿元人民币，终于打造出一台举世无双的5万吨垂直挤压机。当时我和老伴儿遛弯，拿了一颗老百姓的玉米，数了这颗
玉米是586克，它是几百倍的增长。我们把企业的技术产品开发看成一个种子，早期种下，后期收获，它的收获倍率是几百倍的。5万吨垂直挤压机，总高30米，地上15米，相当于5层楼高，是目前世界上开口最大的压力机。地下15米为挤压机的动力系统，红色管道犹如动脉输送动力，黄色管道如从静脉形成回流，而压缩机、蓄能器跟增压器则构成庞大的心脏系统，赋予挤压机强健的体魄和巨大的体能。挤压机今天要挤压的是河岛专用4代核电1回路压力管。1回路压力管是核电站的关键部件之一。由于1回路中进行循环的冷却剂具有高温、高压、高放射性特点，因此压力管的性能直接关乎核电站能否持续安全的运行。压力管的挤压工作即将开始了。一大早，检修技师就来到位于地下15米深处的地宫，对输油管路进行检测和维护。地宫纵横交错的管路加在一起，总长度超过3公里。检修技师必须确保全程没有油渍渗漏，因为挤压机一旦开始工作，输油管内将充满高压油，一旦发生渗漏，在高压下呈雾状喷射的油雾极易发生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对待每一个接缝处，他们都必须慎之又慎。当地下管路的检测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际，地上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。加热炉对钢坯的加温正在持续。现在，炉门打开，重达25吨的钢坯缓缓出炉。1100摄氏度的高温使钢铁坚硬的质地变软，而这正是5万吨垂直挤压机要完成热挤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。此时，除磷机已经严阵以待。由于加热时的氧化作用，钢坯表面形成氧化铁，如同覆结着一层厚厚的鱼鳞。如果此时就将钢坯送进挤压机，成型后的钢管质量必定大打折扣。这就需要除磷机来发挥作用了。全液压传动机械手夹起25吨重的钢坯送进除磷室，铁链飞舞，火星四溅，顷刻间，钢坯表层的厚鱼鳞被一扫而光。不过，除磷还只是5万吨垂直挤压机正式登场前的一次热身。压力管的挤压成型虽然只需短短数分钟，但挤压前的准备工作却繁复而细致。接下来是1.6万吨制坯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犹如大力士揉面，以千钧之力碾压钢坯，使之质地更均匀，结构更紧密。此时，已出具钢管雏形的坯料，似乎离正式挤压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当5万吨垂直挤压机正展开登场前的热身时，千里之外的哈尔滨，10米数控楼门喜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。核电气轮机低压内钢是它的极限加工对象。所谓极限加工，是指对超大型、高精度、复杂曲面的部件进行加工。
机械加工分为车钳、洗、爆模等方法。普通机床一般只具备其中一个功能。若要加工形状复杂的部件，就需要将部件在不同的机床上来回倒换，并且由于机床刀头的位置是固定的，因此加工不同表面时，还需要将部件翻身。对于像核电低压内缸这样的庞然大物而言，每一次翻身都需要重新吊装、测量定位，不仅费时费力，还会影响加工精度。10米数控龙门铣却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通过龙门的前后移动、溜板的左右移动、横梁与滑枕的上下移动、旋转盘的转动、摆脚头的14摆动，形成5轴联动，并且通过更换不同的刀头，无需零部件翻身，就可以对零部件的5个面进行切削、钻孔、扩孔、打磨等复杂加工。横梁是10米数控龙门铣的主心骨，然而长12米、重130吨的横梁高悬在半空中，自身重量使横梁的下沉变形难以避免。虽然幅度微小，但累积误差会给龙门铣的整机精度造成偏差，甚至造成被加工的零部件报废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不让横梁变形呢？难呀！要说当时在时候是的确难，因为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得想事儿，明天干什么，这活儿怎么干。为此，团队做了无数次试验，最后，一个类似矫枉过正的预变形方案，成为破解难题的钥匙。按照规定模数，将横梁设计的微微上拱，人为的造成预变形。当组装完毕，横梁中段的下沉量刚好抵消拱起量，横梁变形的问题迎刃而解。怎么说呢？这机床出现问题了，别人到这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哎，我到那儿几分钟我解决了，哎，我觉着我有一个成就感。摆脚头是龙门铣的关节，也被称作是上帝的手指。装配技师刘海旺正在将热处理后的高硬度耐磨齿轮安装进摆脚头，在它的内部有500多个精密零件组成的机芯传动装置，安装精度必须控制在0.01毫米之内，也就是不到人类头破丝直径的1/8。有了这样的精度，摆脚头才可能实现各种复杂而精细的加工动作。但要完成像核电低压内缸这样超大型、高精度、复杂曲面的加工，光有这些看家本领还不够。龙门铣还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。相比于普通机床，它的智商要高出一大截，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数控大脑。大扭矩、长行程、滑枕洗头、油箱结构、数字化建模、刚度与主轴系统动态分析、创新断点返回技术等等，一个又一个技术攻坚战被打响。这台数控龙门铣呢，相对于原来的产品呢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尺寸的简单放大。拿火车来举例，我们过去呢，大家坐的火车，那么可能是每小时几十公里，今天的高铁达到了300甚至350公里。大家看到的是一简单的速度的变化，但它背后所采用的技术、制造难度、相关的控制难度，都跟原来的普通列车完全不一样。那么超重型数控龙门铣跟火车一样，由于它的尺寸比原来大大增加了，那么整个制造过程、制造方法、制造工艺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这是它的难度所在。河北盐山5万吨挤压机挤压钢管前的热身还在继续。对于李福海来说，距离首根无缝钢管挤压成功，虽然已经整整过去了6年，现在的他
每年都要操持10万吨钢锭挤压成合格钢管。但即便如此，每次坐在控制台前，他仍然像第一次面对5万吨挤压机那样感到震撼。确实非常紧张，看着屏幕这上面这些液位信号、压力信号、温度信号、行程信号，它每一个数据的变化，每一个声音的变化都牵动着你，因为代表着压机是否正常。每一个数据在变化，你的心就揪着你。此刻，只要李福海按下操控按钮，挤压机就会爆发出压倒一切的力量，将钢管挤压成型。不过现在还远未到见证奇迹的一刻。长时间的除磷、抡粗和翻转，钢坯的温度开始下降，而它一旦冷却，变得坚硬，热挤压也就无从谈起。搞锻造搞的就是温度，这就是一个趁热打铁的概念。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白日陨落，夜幕降临，1100摄氏度高温炉烈火熊熊，机械手再次夹起空心钢坯回炉加热。当钢坯再一次变得通体红透，2次除磷开始了。火星飞扬中，钢坯的氧化皮从里到外被鞭挞殆尽。3台大型辅助设备，数小时的精心准备，就是为了见证奇迹一刻的到来。在钢坯送进挤压机前的最后一刻，一层玻璃粉被均匀地撒在钢坯表面。玻璃粉会在钢坯与挤压机工作钢的钢壁之间形成润滑层，可以减少挤压时的摩擦系数，有助于钢管成型。现在，见证奇迹的一刻终于到来。机械手夹起空心钢坯，送进5万吨垂直挤压机。数分钟后，高达5万吨的雷霆万钧之力就将钢坯挤压成为厚壁无缝钢管。凌晨3点47分，一根质地纯净的钢管从挤压机工作钢的上方冉冉升起。短短数分钟，深长13米的厚壁无缝钢管尽显全貌。钢管横空出世，也只是拿到了出生证，还远未到取得健康证的时候。那么，5万吨垂直挤压机是否赋予了它足够强健的基因，以保证它将来符合高精尖装备的特殊需求呢？谜底很快揭晓。接下来，超声波探伤和涡流钢管探伤试验将对5万吨挤压机生下的孩子吹毛求疵。10万小时的高温乳变试验和力学性能测试，将证明挤压机所赋予的基因无懈可击。暮色四合，明月高悬，哈尔滨的夜晚静谧动人。然而，车间里却夜深人不静。江黎生，数控龙门血机台长，拥有超过27年的工作经验。眼下他的任务是加工核电低压内钢。由于低压内钢要在核电气轮机内承受高压、高速蒸汽的冲击，因此
钢体必须具备极高的密闭性，这就对制造精度提出了挑战。阅读工艺文件是第一步，姜立生团队必须连夜阅读文件，把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心，确保加工步骤正确合理。这就像制定作战计划，来不得半点疏忽，否则价格高昂的钢体会因为加工不当而毁于一旦。待加工的低压内钢已在工作台上摆放稳妥，接下来要做的是配备刀具。选择刀具极有讲究，不同的加工步骤要选择不同的刀具。切削选细刀，钻孔选钻刀，如果是扩孔，则选唐刀。完成编程后，加工开始了。精度是姜立生最不敢掉以轻心的。10米龙门铣虽然有聪明的数控大脑和灵巧的白角头手腕，但要让这台自重1000吨的机器巨无霸加工精度误差不超过0.02毫米，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直径的1/4，这就像让一位巨人在米粒上雕花，不能不说是对操作技术水平的极限挑战。我在第一天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种冲动和震撼。我就觉得我要是说能干到这个设备上进行操作，干世界上最大的龙门铣，我感觉到自豪。姜立生不时地用手指蘸起一些铁线，仔细观察。难道这粗陋的铁线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制造奥秘吗？原来，合金刀具在切削金属表面时会产生热量，而铁线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。温度过高意味着刀具磨损加剧，加工精度势必受影响。通过铁屑颜色的变化，姜立生一眼就能看出刀具的温度是否过高，以便及时做出调整。看似信手拈来的经验与直觉，其实来自他与机器长年累月的磨合，在遭遇挫折时的彼此守望，不离不弃。我在倒班的时候呢，我们是3班倒，这种倒班的方式呢，我是干了能有20多年。我下班8点钟到家，我姑娘呢10点钟放学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我跟女儿吧，碰不上面，心理上吧有点愧疚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俩交流的比较少。由5万吨垂直挤压机挤压成型的厚壁无缝钢管，在通过了超声波探伤、力学性能测试和600摄氏度高温乳变试验后，此刻它正经历着出厂前的最后一道考验。弯管机正在对坚韧的钢管进行软化，弯制成各种曲度的河岛专用1回路压力管。随着冷却水喷淋、热蒸汽升腾，长达13米的钢管被逐步弯制成型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弯制后的钢管弯曲部分的直径与厚壁竟与直管完全一致。只有经过5万吨挤压机热挤压成型的厚壁钢管，才拥有这样的柔韧度。河道专用4代核电1回路压力管终于
大功告成。这是超级装备，它影响了整个国家和市场，把传统的铸造和自由锻造通过热挤压，现在叫传统产品钢芯化。今天，这台全球工作钢开口最大的5万吨垂直挤压机所制造的大直径厚壁无缝钢管，也被广泛应用于核电、舰船、航天航空等领域，成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基石。在哈尔滨，经过超级工业母机10米龙门铣28天的精心打磨，粗糙的钢铁部件终于华丽转身，成为精密的核电低压内钢。接下来，它将告别工业母机，被运往千里之外的核电站，成为核电汽轮机组的关键部件，将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国家电网。这台机器呢，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超大型的和超高精度的龙门铣。如果没有这台机器呢，我们很难保证我们提供给电厂的产品能够达到我们的设计制造精度。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，不仅核电低压内钢，还有像高速冲压机横梁、矿用挖掘机底架梁等超大型高精度复杂曲面的零部件，也同样离不开工业母机的点化。一个火攻水淬、极尽酷刑，将明纹钢铁由淬断易折打造成圆融坚韧；一个精雕细琢、一丝不苟，把金属部件从笼统粗陋打磨到形态精准。这就是中国的超级装备。对于超级装备的缔造者来说，陪伴他们的是波澜不惊、日复一日的平凡岁月。每一次成功的背后，是心无旁骛，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。他们正是中国迈向灿烂美好明天的最强有力的基石。一直在从事这行业27年，也没跳过槽，也没改过行。我做这个工作22年，我是一个优秀的电焊工。徒弟们叫我带动的，现在也大部分都有强迫症了。否定自己，也是一个前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步。现在我们发展的太快了。向前再借500年。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巨变，而中国无疑是变化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。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去记录这种改变，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、特别值得你去做的事情。工业其实离我们非常近，你比如说，我们每天用天然气来做饭，但可能不会想到这些天然气来自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沙漠。还有我们每天回到家打开灯，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些电力来自几千公里外的西部边陲。有一些你所不了解的神秘装备，把它们从万里之遥输送到我们家。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，其实是有一些了不起的超级装备来维护的。
节目应该表现哪些装备？哪一些装备才称得上是超级装备？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对待的问题。从一开始的60多个预选项目当中，最后甄选出现在大家在节目中看到的这些装备，它们都是由中国自主研制的，代表着当今中国最高水平的超级装备。一个雄居矿山开疆拓土，一个称霸地下破土碎石，一个司掌大江提携巨轮。虽然面貌迥异，各具本领，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。支撑这个巨型电力网络高速运行的，是隐藏在网络深处的一个关键部件，它被誉为西电东输之心。在街头，来自高速冲压线的汽车正迅速提升着人们的幸福指数。在未来，3D 打印将不断拓展人类的想象空间。干这个行业12年了，越川江越河隧道打交道。我是学机械的，干三峡工程20来年了，39年多了，一直就是干维修工作。干他这个东西呢，已经是30年，就这辈子吧，就干了这么个东西。从事工作27年整，先后干了4台的龙门洗。一辈子在造船行业工作，我现在72了，企业需要，我还可以干下去。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整整20年。在工厂10多年了，主要负责装配、热套。从这个厂建厂时候，我就在这干机甲了，20多年了。我从22岁开始做电焊工，在这个企业已经工作了33年，84年毕业一直在这个企业。我从事锻装行业到今年整整28个年头。从我父亲那个年代呢，就在这个企业来工作。做这只转子，我用了10年时间。你上万个零件，随便哪个东西往那一放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哪个部位干什么的东西。从7、8年开始，我一直有所有的工作记录、故障记录。工作记录我基本上没中断过，包括礼拜6、礼拜天。我身后的这台巨大的机器呢，名字叫做5万吨挤压机，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最大的挤压机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是超级装备的拍摄和制作，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，1300多天，我们跑了38个城市和地区，采访了30多家装备相关企业，写下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，拍摄了20多个 T 的影像素材，有300多人参与了我们的拍摄，他们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这行你要是挣钱吧，不多，但是呢，辛苦呢肯定有。要当事业来干呢，你就能找到这个安装机床啊、修理机床啊的乐趣。客户就要来验收了。其实那会儿我已经连续工作40天了，然后也没洗过澡。我说这已经啥也干完了，我去洗个澡。刚准备刮胡子，电话一响，我一手一抖，把下巴也割破了，我就害怕出事儿。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是反复确认。徒弟们叫我带动的，现在也大部分都有强迫症了。压力大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曾经也掉过眼泪。一个人悄悄的，没人看到，再难也苦在自己的心里。往里装的时候非常紧张，害怕这个活装不进去，整个工件就废了。
几十万的损失，非常紧张，满身是汗。我的网名叫休息，就是想把这个自己的那个压力往下减一减。开挖机这么多年，自己也比较喜欢，也许不开的时候会很怀念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岗，因为我对这个有感情。我爱护它，我了解它，它最终它也了解我。正是人与机的磨合。我儿子说实话，回家以后基本上前几年都不跟我打招呼，陌生人，常年不在家，慢慢弥补呗，好好工作，多挣钱，这样。从晚上5点到早晨8点，这种倒班的方式呢，我是干了能有20多年。我下班8点钟到家，我姑娘呢，她6点钟上课，我跟女儿吧，碰不上面，所以说心理上吧有点愧疚。他们知道我干那个事儿，我们对家庭贡献比较少。水电工程，他就特性就这样的，一待可能就是几个月才能回去一次，他们也很正常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上大学，她说我这个工作很辛苦，以后回家多帮我做一些家务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又一个别具风情的魔都之夜开始了。持续充沛的供电，使这个城市亮如白昼。人们当然察觉不到，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，一条钢铁巨龙正在轰然掘进。制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想，怎么做才能让一个工业题材的纪录片变得更好看、更吸引人？除了故事，除了画面，是不是还缺点什么？抱着这个想法，我们联系了北京人艺的演员吴刚，希望他来为超级装备配音，同时也给这个工业题材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1400公里外的内蒙古哈尔乌素，广袤的矿山上，一头钢铁巨无霸正在昂首嘶鸣。1500公里外的超级工厂，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装备正在被制造。由湘江北上400多公里，船舶电梯正在空中表演。冶炼、浇铸、热处理、表面改阳淬火、机械加工，每一道工序都是世界难题。对于超级装备的缔造者来说，每一次成功的背后，是心无旁骛，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。从举世瞩目的骨科手术机器人，到神奇的3D 打印；从巨轮之心到西电东送；从核电之心到西气东输，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中国装备。然后父母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我和我父亲年龄差距可能只有30多岁，但是我感觉我们在知识水平上，我们的差距可能是100年，因为现在我们发展的太快了。作为一个工人，你希望自己的幸福生活，也希望国家的强盛。我觉得干就好，非常自豪。就比方说我这一台设备吧，1000多万。不比他们开的那几十万、上百万的车要贵吗？没什么特权，就是好好工作。这个活加工到300多度，将近400度，就夏天吃雪糕，这个特权就是吃雪糕不限量，别人就是2根3根，我那没有数，吃多少都可以。从一种消极的角度，机器人的辅助等于把自己的技术否定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当你医生你做了很多年以后，就是你技术达到一个顶峰了以后，否定自己也是一个前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我也愿意为这个梦想来带着年轻人一起来去做这个工作。为了这个产品，还得要坚持下来，为国家填补了这项空白。再苦，再累，我也值。有一个歌曲：向前再见500年。
假如上帝允许的话，也借500年，不仅把中国的铁路做好，还要把中国的造船行业其他的部分都做好。